欧盟釜底抽薪，花1800亿美元俄资产给乌克兰。波兰打响第一枪，无限期关闭边境。拉夫罗夫放话，给钱也不停战。克宫大清洗，俄唯一反战高官被踢出局。泽连斯基喊话特朗普：“我们受够了，给我明确立场。”跟不上时代，乌军紧急叫停海外训练。俄军人肉攻势被打残，伤亡是乌军10倍。俄指挥部拒绝撤退请求，逼数百士兵为国捐躯。魔方信息曝光，成乌军下一个打击目标。精彩资讯马上开始。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是乌军反抗侵略者的重要资金来源之一。而英国金融时报最新消息显示，欧盟正在制定新计划，打算将约1800亿美元的冻结俄罗斯资产直接输送到乌克兰。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在9月初的一次讲话中就曾表示，欧盟需要找到新的途径，让俄罗斯为其发动的战争付出代价。如今新途径找到了。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欧盟委员会正在探索如何使用目前受到制裁的俄罗斯央行资产，而不正式扣押他们，从而为乌克兰筹集更多资金。一种选择是将比利时托管机构欧洲清算银行冻结的大部分俄罗斯资产用于购买欧洲无息债券，所得款项分批转给乌克兰。据悉，Euroclear里的1940亿美元俄罗斯资产中，约有1700亿美元已经到期并以现金形式存在。另一个选择则是创建一个特别基金，非欧洲国家也可以加入。截至目前，冯德莱恩表示支持这一想法，并指出只有在俄罗斯同意赔偿俄罗斯的战争损失的情况下才需要偿还。美国也呼吁盟友不仅要利用俄罗斯冻结资产的利润，还要利用俄罗斯资金本身为乌克兰的国防提供支持。而且《金融时报》还报道称，欧盟财长将于本周在丹麦讨论该提案，届时将极大加快该提案落地。值得注意的是，未来包括比利时、德国和法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对使用俄本金而不仅仅是利润的合法性表示担忧。但在特朗普施加新压力以及欧盟财政资源有限后，改变了立场，支持扩大使用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来资助乌克兰。面对欧盟的计划，俄联邦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威胁称，如果欧洲敢将冻结的资产没收，俄罗斯将保持追索的权利，直到本世纪末。只是狠话虽然放了，但梅德韦杰夫也明白，这些冻结资产大概率是拿不回来了。他说，现在德国支持扩大使用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帮助乌克兰，下一步离彻底没收不远了。祸不单行的是，波兰拒绝重新开放与白俄罗斯的边境，且恢复时间未定。自9月10日至少19架俄罗斯无人机袭击波兰后，波兰就以安全为由关闭了与白俄罗斯的边境，不仅拉起了铁丝网设置路障，不让任何人通过，还向白俄罗斯和俄罗斯接壤地区增派部队。俄罗斯本以来这件事会草草结束，后面该怎么样还怎么样，但没想到9月16日时，波兰外长希科尔斯基表示，波兰不会开放与白俄罗斯的边境。同一天，波兰内政部也发表声明称，即使俄白的西方2025演习结束，边境口岸也不会开放，将继续保持关闭状态。该部在声明中表示，确保公民安全是首要任务。我们强调，这一决定与俄白西方2025演习有关，但这并不意味着边境只会在演习期间关闭。所以，波兰什么时间重开与白俄罗斯接壤的边境还真不好说。此外，俄乌战争进入新阶段，俄罗斯拒绝结束战斗，特朗普放大招开始制裁。据战争研究所报道，俄外长拉夫罗夫9月17日站出来批判了特朗普最近提议的领土互换结束战争提议，声称即使交换领土，俄罗斯也不会停止在乌克兰的战斗。同时，拉夫罗夫还断言，即使美国通过美俄贸易来引诱，普京也不会结束战争，是丝毫面子都不给特朗普留。此外，拉夫罗夫还重申了俄方长期以来的要求，即未来任何和平解决方案都必须消除战争的根源问题。这里的根源问题包括乌克兰涉及歧视讲俄语的人和北约扩张，以及乌克兰和北约的其他要求等。而解决的方法，俄方认为要用俄罗斯主导的傀儡政府取代现任的乌克兰政府，同时乌克兰承诺保持中立，保证不加入北约。这样的表态再次让火力军觉得俄罗斯对需要俄罗斯让步的真诚谈判不感兴趣，甚至是在拖延战争，以实现其最初定下的战略目标。目前，俄罗斯正利用西方2025军演来威胁和恐吓那些军援乌克兰的欧洲国家，同时利用侵略威胁阻止他们在战后向乌克兰派兵。如拉夫罗夫就称，俄罗斯将把部署在战后乌克兰的任何欧洲部队视为合法的军事打击目标，
直接拒绝了战后北约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提议。值得关注的是，普京为了保证在乌克兰战争能顺利进行，直接对持反对态度的克宫高层官员进行了清洗。如俄官方媒体 RBK 9月17日报道称，经过普京授意，克宫高级官员一致同意了副参谋长德米特里·科扎克的辞职。虽然不少相关人士表示科扎克是自愿离职，但明白人都清楚，这很大概率是被普京赶下台的。因为科扎克是唯一一个在2022年2月21日安理会会议中坚持反对全面入侵乌克兰的俄高层官员。甚至有消息透露，在俄乌战争开始时，科扎克本可以与乌克兰达成了一项协议，即使不发动战争也能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但却遭到了普京的拒绝，而理由是普京想吞并乌克兰领土。今年8月10日，《纽约时报》也披露称，科扎克在过去几个月反复建议普京立即停止在乌克兰的战斗，开始和平谈判，但均无疾而终。结果到了当月29日，普京签署法令，直接废除了科扎克监督的总统府区域间和文化对外关系司和跨境合作司，让科扎克失去了在克里姆林宫的影响力，更是被现在直接踢出俄高层核心圈，埋下了伏笔。如今的俄罗斯核心圈恐怕再也没有像科扎克这样的反战人士了。俄罗斯高层不屑一顾的态度以及不愿停战的行动，让特朗普表现出了不知真假的愤怒，其围绕俄罗斯制裁的问题放出了终极大招。特朗普要求北约国家不准买俄罗斯石油，同时对大国加征50%到100%关税，美国就会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只是这两个条件目前有点难办，而且火力军十分怀疑特朗普是否是真心想要制裁俄罗斯。如今的北约国家还在购买俄罗斯石油的只剩下土耳其、匈牙利、斯洛伐克。土耳其不是欧盟成员国，欧盟只能协调匈牙利、斯洛伐克不买俄罗斯石油。为了协调这个问题，欧盟甚至推迟公布对俄实施的第19轮制裁方案，但匈牙利仍然顽固表示拒绝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对此，欧盟事务部长亚诺什·波卡表示，由于缺乏可行的替代方案，匈牙利不会放弃俄罗斯石油。而美国似乎对此也不介意，承认了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的特殊地位。给火力军的感觉就是美国很清楚匈牙利的立场，对匈牙利拒绝停止购买俄罗斯一点都不惊讶。这样一来，特朗普提出制裁俄罗斯的先决条件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既保持了与俄罗斯的贸易，又能推卸责任给欧洲，同时又抢夺了俄罗斯能源市场，直接一石三鸟，这真的很美国优先。只是对于特朗普这样反复无常的行为，泽连斯基似乎有些憋不住了。9月16日，泽连斯基在接受天空新闻采访时呼吁特朗普就对俄制裁和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问题表明明确立场。泽连斯基强调，我们会受够了，欧洲和美国必须停止考虑自己以及未来与俄罗斯的关系，多想想乌克兰。我们每天都在为制裁讨价还价，这让乌军付出了无数生命的代价，这很不公平。这是泽连斯基首次公开要求特朗普明确立场，显然脾气再好的人也受不了被反复戏耍。那特朗普是怎么回复的呢？与我无关。特朗普在白宫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只关注结束战争，同时强调泽连斯基必须达成协议。另外，特朗普还表示他需要让俄乌领导人共处一室。看样子，特朗普又准备撮合美俄乌领导人进行3方会晤，而要求泽连斯基必须达成的协议其实不必多说。泽连斯基多次强调乌克兰不会割地投降，特朗普到底站在哪一边，还是让时间会给出答案吧。与此同时，最新调查显示，76%的乌克兰人认为，如果北约制裁俄罗斯，同时乌克兰能获得足够的武器和资金支持，乌克兰就能赢得战争。目前新一批军援中，拉脱维亚已向乌克兰交付了一批新的装甲运兵车，共计42辆。美德无人机公司则将向乌克兰运送33000套大机套件，这些套件可协调多架无人机发起攻击。而62%的乌克兰人表示，只要有必要，他们就准备好忍受战争，无论赢得胜利需要多久，可见其对胜利的坚定信心。战场方向，泽连斯基明确表示，乌克兰已经停止向国外派遣军事人员进行训练，转而邀请外国教官和代表到乌克兰进行交流和培训。火力军认为，导致这种战略转变的原因在于战争形态的改变、训练效率等几个方面。如泽连斯基指出，经过3年多的战争，乌军积累了大量独特的实战经验，许多在国外接受训练的士兵返回后，仍需根据战场上的新挑战进行再次培训。其次，训练效率上，乌方认为一些外国教官提供的知识在实际战场上并不适用，而且将士兵长时间派往国外进行训练，在时间和国防安全上成本过高，因此乌克兰现在更倾向于在本土进行所有阶段的培训。
当然，本土训练也与部分被派往国外受训的士兵出现逃兵或不愿返回乌克兰的情况有关。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政策转变并不意味着所有海外训练都已完全停止。截至目前，仍有少量乌克兰军事人员在国外接受培训，尤其是在英国。其主导的 Interflex 等多国训练乌克兰士兵的行动仍在按部就班进行。同时，乌克兰正在邀请外国军官和专家来到乌克兰，以便分享和学习乌克兰在实战中获得的新方法和战术。苏梅方向，乌军继续在金德拉蒂夫卡、安德里夫卡、奥列克西夫卡、尤纳基夫卡、萨德基以及瓦拉沁附近展开反击。一名俄军事博主称，乌军已经有效地包围了奥列克西夫卡的俄军部队，同时俄第810海军步兵旅一部目前已被困在金德拉蒂夫卡水库南部，正遭到第225独立突击团等乌军部队的围攻。而俄军方面，这名博主声称，位于库尔斯克州的俄第1427摩托化步枪团最近拼凑了一个连的兵力，向乔德基诺南部雷日夫卡乌军发起进攻，但没有掀起丝毫波澜。目前战斗还在进行中。同时，这名博主补充说，由于俄第83独立空降旅提交虚假战报，导致俄指挥部下令让第83旅在10月底前拿下瓦拉沁和其以南的领土。不出意外，这个目标无法实现。俄军该地区的前线部队正处于接近全面溃败状态。库皮扬斯克方向定位显示，俄军继续在该市中心城区西北侧推进。乌军指挥官报道说，俄军正以小步兵群进行攻击，但士兵训练不足，食物和水供应不足，导致俄军在该方向的伤亡人数是乌军的10倍。乌克兰卢比兹旅副旅长表示，俄军战术优势在于人数，他们毫不留情地投入了大量人员，进行人肉攻势和试图渗透，且他们几乎不使用技术手段，只有无人机和步兵在移动。截至目前，乌军大约还控制着库皮扬斯克市区大约82%的区域。博洛瓦方向，乌克兰记者尤里·布图索夫报道称，俄第12坦克团前人员表示，士兵抱怨从未去过前线的代理团和师长没有为前线士兵提供足够的弹药和武器。红军村多布罗皮利亚方向，俄军指挥部拒绝了数百俄军的撤退请求，明显是想让他们为国捐躯。目前俄军支援部队被围俄军正在尝试突围，如俄第57特种部队连正使用无人机袭击马雅克附近的乌军阵地，以求撕开包围圈。接下来是乌军成功打援并消灭瓮中之鳖，还是俄罗斯的增援部队冲破包围圈，重新将突出部连成一片，让我们拭目以待。红军村南部，乌军成功夺回乌达奇内，还攻袭了舍甫琴科的俄军阵地，俄军侧翼正在逐渐崩溃。乌总参谋部发布战报称，俄军伤亡人数再次破千，达到1020人。乌总司令希尔斯基称，自今年年初至今，俄军损失也接近30万人。他说，乌军每天每夜都在狠狠打击敌人，每一个被清除的占领者都是乌克兰迈向真正和平与安全的一步。据战争研究所报道，自由欧洲电台确定了俄罗斯魔方先进无人技术中心的基地和指挥官。报道称，魔方中心的指挥官是曾在第61独立海军步兵旅和第9炮兵旅服役的谢尔盖·维克托罗维奇·布德尼科夫上校，基地则位于莫斯科市爱国者公园内的爱国者会展中心位置。据悉，魔方无人中心的无人机操作员在俄乌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如2024年帮助俄军夺回库尔斯克大部分地区，又或是从2025年1月下旬开始，连续活跃在前线各大战场，为俄军入侵推进提供了不少帮助。如一名俄军事博主声称，2025年2月底至2025年8月底，其摧毁的巴巴雅嘎无人机数量增加了20多倍，达到440多起。又或是在5月夏季攻势中，魔方成员帮助俄军展开对多布罗皮利亚战术区域乌军地面交通线的打击，以及拦截乌军无人机。此外，战争研究所报道称，魔方无人中心还可能正在与先锋中心和爱国者公园或附近的其他军事人员合作，对俄罗斯士兵和青年进行无人机作战培训。不过，既然魔方信息已经报道，火力军不信乌军会放过这个机会，说不定下一次的空袭目标就是这里。据防御快递报道，乌军再次展现了其日益精进的远程打击能力，直接将战火烧到了俄罗斯的军工产业。报道称，乌军攻击无人机于9月13日成功对俄罗斯腹地的 Metfrex 化学品公司发动了攻击。该工厂位于俄罗斯比尔姆边疆区，距离乌边境1600公里，是俄罗斯规模第2大的有机合成化学品生产商。乌国防情报总局的消息来源明确指出，该工厂对俄国防工业具有高度重要性，因为该公司主要生产炸药的主要成分。此外，报道还称，此
此次精准的远程打击是由乌克兰的无人机系统部队与国防部情报总局旗下的积极行动部共同策划执行。根据初步回报的情资显示，此次攻击成功损坏了该工厂用以生产尿素的相关设备，直接打击了俄军爆裂物的上游供应链。这次深入俄国腹地1600公里的攻击行动，再次凸显了乌克兰不对称作战的战略走向，即通过无人机等低成本武器，系统性的削弱俄罗斯本土的战争潜力。这个月俄罗斯的军演可知多，16日刚结束了与白俄罗斯的西方2025联合军事演习，无缝衔接又开始了鲁贝日2025。战争研究所报道称，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指挥部和参谋部于9月17日至20日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名为鲁贝日2025的军事演习。据悉，来自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和塔吉克斯坦的军事特遣队以及集体安全条约组织联合参谋部和秘书处的行动小组将参加演习。集体安全条约组织表示，俄罗斯特遣队的核心由中央军区的人员组成，包括来自其位于塔吉克斯坦的第201军事基地，共有1200名人员和500件军事装备，包括飞机、直升机、无人机和战艇。受俄乌战争无人机威胁影响，相较于战斗机，现如今直升机、运输机等慢速机升空后，要如何应对速度快、行踪隐秘的无人机等中小威胁，成为各国空军的重要讨论课题。为此，德国近期已为旗下空军的 A400M 运输机队选择加装了以色列制的导能红外反制系统，并在近期完成手机改装后测试接收作业，极大提升了德军空运生存性。据航空爱好者报道，首架加装以色列埃尔比特系统机载反制系统的德空军 A400M 运输机，于9月11日在负责改装的空中巴士集团西班牙塞维亚厂区完成测试，也是首架率先完成改装并归建德军的同型机。报道称，空中巴士6月就曾宣布，将为德军执行23架 A400M 的 DIRCM 安装作业，借此提升在战场空域中飞行的生存性。预计全机改装将于2032年完成。以色列埃尔比特的 DIRCM 全名为 J 型红外导能反制系统，能在侦测导弹威胁来袭时向飞行员立即示警，并主动向来袭导弹制造错架目标，诱导导弹远离载具，过程无需由飞行员操作，防护效能优异。该公司强调 MUSSA 反制系统的开放式架构及多种子型号，能适用兼容于不同载具。除德空军为大型机体选用的 JMUSSA， 另有搭载于商业客机或是私人专机的衍生构型，并已获多国部队、民间机构和私人采用。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特朗普真假制裁就不必说了。在泽连斯基喊话无条件谈判的背景下，特朗普会促成美乌俄三方会谈吗？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